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古人讲究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命是天注定的，不会因人的意识而转移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会让一个人永远走霉运，所以运也是可以人为把握的。而在改变命运的方法中，积阴德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曾经就有这样一位少年，家里极其贫困，常常几天无米下锅。那一年，他准备赴京赶考，街上一位推理算命很准确的算命先生却告诉他说，白露节前他要遭横祸而死。当时少年心中十分忧郁，本想着考取功名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没想到命运的终点却这么快就要到了。由于算命者所说的话，他打算放弃赶考，在最后的日子里尽力侍奉双亲。另一位王生家中富有，而且很重义气，和这个少年相处也很好，便极力劝服他同去，并说算命先生的话不足以信，如果担心没有路费，兄弟我承担。这位王生拿出10金送给少年说，这个给你做安家之用，路上所用行李等由我来办，仁兄不必担忧。少年感激他的慷慨大义，决定还是一起结伴前往。来到金陵后，他们听说承恩寺有位相士谈吉凶祸福，每每出奇准确，前来看相的人拥挤如闹市。少年就和住在同一旅馆的同学6人前去看相。那位相士看了他们6人，说出他们之中谁是廪生，谁是增补生，谁是副榜生，谁是监生，谁的父母双全，谁的双亲俱没，一一说的毫厘不差。算命先生还说，他们其中1人本次科考可中副榜，其他人都不中。轮到少年时，先问了家住哪县，离此多远，然后屈指一算，说赶快回去，还来得及。大家感到不解，就问相士为什么，他才说，你的面相枯槁，神经浮虚，天庭上已现慧文，依法理以后5日之内必死于非命，应当赶快回家，但依相看应当死在路上，即使马上动身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王生和众人都感震撼，说请先生再仔细审看一下，有没有解救之法。相士说，生死大数，如果没有大阴德，是不足以回天的，现在日期已破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从现在起算，6天后这位先生还在人世的话，我就绝不再为人看相。大家都一路沉默，回到寓所。少年对王生说，先前兄长极力劝服我来，今天相士所说与以前算命先生的话完全一样，必当有所应验。人生会有死，我并不怕死，但死在这里，各位都会受累不浅，不如马上赶回去，还有希望死在家里。王生很怜悯他，便替他雇了船，给了路费，又另外给他10金，说把这留下，以备急用。少年知其意，笑着谢他说，这是兄长给我的丧葬费，我不敢推辞，若死而有之，我必祈求冥司祝兄高洁，以答谢你的厚谊。说完辞别大家登船。少年在长江上走了10多里，由于风太大，不能继续前行，船夫就把船系在岸边，死守在那里。转眼过了4天，风势更猛，少年心想，快到5天期限了，船又不能走，倒闭的预言看来要应验了。到了此刻，他一心等死，万虑皆空，只是苦于寂寞无聊之感，无法排遣，就上岸闲逛，一人信步走去。忽然看见一中年孕妇带着3个幼小孩子，左手抱一个，右手拉一个，身后还跟一个，边走边哭，十分悲苦，与少年擦肩而过。当时少年已走过了几步，却忽然心想，江岸空旷无人，四周又无住家户，他要到哪里去呢？情形很可疑。他急忙询问妇女有何困难，妇人却不理会。少年急切地追问道，如果你真有急难，请千万告诉我，也许能帮上点忙。妇人不得已说道，我不幸嫁了一个屠夫，性情暴戾，常受打骂，体无完肤。今天他去市场，家里有2只猪，临走前对我说要卖10斤，后来有人来买，果然得了10斤，我怕是假银子，就和他一起去银店验估，成色没错。回到家，那人忽然嫌价贵，把银子要了回去，隔了一会儿又回来，又要拿原银买猪，
我看那银子没有什么差错，就没有怀疑，把猪交给他了。西面的邻居来我家，见了银子，惊讶说是铜。我急忙追出去找那买主，却已不见人影，赶快去银店估验，说是铜。一连走了几家，都说是铜。我心想，受了这场大骗，丈夫回来非把我打死不可。反正是死，死于鞭下，不如死在水中。3个孩子都是我生的，母子同死，免得让他们去受那恶妇的凌辱。少年听后很是难受，要过银子一看，果然是铜。这时王生所送的银子正好揣在袖子里。少年心想，自己都快死了，要这钱又有何用？就把袖中的银子悄悄调换了，对妇人说：“你真是差点铸成大错，这是真银，怎么是铜呢？”妇人生气地说：“好几家银店都说是铜，先生为何要哄我？”少年说：“不对，那些银店欺你是个女人，你和我一块儿去，他们就不敢这么说。果真是铜，再死也不迟嘛。”妇人听了他的话，一起走了3、4里路，来到一家银店，把钱交去验证，说是真银。而后又去了几家，都说是银。妇人大喜说：“幸亏遇到先生，不然几乎犯下大错。”拿了钱叩谢而去。少年在帮完妇人后，急急往回赶，但已是黄昏，不得已只好在一破庙的廊檐下蹲上一宿。他心想，空旷黑夜，有无人迹，倘若有狐精野鬼来吃，就该是我的死地吧。跑了一整天，疲累已极，坐定以后就沉沉地睡着了。朦胧中听到有衙役吆喝之声传来，少年伸头一看，见大殿上灯火通明，两旁侍从兵勇森然而立，中间有一王者模样的人坐在堂案之后，似乎像是关帝。关帝说：“今天江边有一人救了5条性命，应当查清此人，给以福报。”当下有一位紫衣吏手拿文卷，启禀说：“刚才得土地神申报，是某县一读书人。”帝君下令检看录籍簿，再查一下，看他这次秋榜是否得中。一位绣衣吏手捧一文簿，上前说：“这人的官禄和性命都已尽了，应在今夜子时在本庙廊下被强他压毙。”帝君说：“如果这样的话，怎能劝人为善？应该改注录籍。昨天的文昌宫通知，本次秋试中江南解元1名，因为淫污婢女而被除名，就让此人补缺。”这时旁边有人说，他的钱是王生所赠，王生轻财上亿，才使此人得成善果，追留溯源，王生也应登名录籍。帝君听后答道：“好。”这时绣衣吏上前请示，本次科考第53名，已犯口过，罚停1科，由谁取代，文昌宫还未定夺，请示是否让王生替此缺。帝君说：“可以。”少年正在专心听殿上的对答，忽然耳边似乎有人大喊：“快出，快出！”大惊而醒，身体依旧蜷缩在庙檐下，四周一片漆黑，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只听墙土簌簌往下掉，连忙爬起来，摸黑跌跌撞撞往外跑。刚走出几步，墙便轰然倒下，正压在原来所坐之处。天明以后，少年再次到店里瞻仰，果然是关帝庙。整衣肃拜之后，反身走出庙院，找路回到船上，心中默想神所说话一定应验，就和船家商量返回金陵去。一路扬帆顺风，不久就到。等少年来到客店，大家感到惊讶，少年只说风大受阻，不能前行，又想5日之期已过，所以就回来了。回想起相士说的话，少年们簇拥着前去找他。相士正在和别人谈话，抬头见了少年，很惊讶，说：“你不是我说5天之内当死的那位吗？”众异口同声应说：“对呀，今天都7天了，怎么样呢？”相士说：“现在不会死了，数日不见，他骨相大异从前，气色也一下子好了。先生一定做了非同寻常的大善事，救了数条人命，所以才能挽回造化之力。”少年笑着说：“先生的话可真是不着边际，我穷到这步田地，有什么力量去救人呢？”相士听后却说道：“先生不要骗我，以前我说过，没有大阴德是不能回天的。今天你满面阴质，经科考试必定中头榜，明年廉洁入翰林，官登1品，寿数增到8师。”
他又笑着说，这件事并非偶然，半月前我曾为一秀才看相，他眉宇明堂，光彩非同一般，肯定是金科结缘。昨天他又来看相，但额上却有悬针之纹，失去了以前的光彩，他必然有大隐特，路即被削除了。没有想到取代他的人竟然是你。接着他又指着王生说，先生脸上也有印痣，一定会和这位先生一同考中。王生笑说，我的朋友怎么样我不知道，至于说我本人哪里做了什么善事。相士听后却说，正是无所为而为才叫阴质。众人一哄而起，讥笑相士找词躲避搪塞。少年笑着说，妄言妄听，诸位何必认真，不如回去吧。回到客栈，少年悄悄对王生说，那人可真是位神相，他的话一点不假，恩兄该中第53名。之后少年便将这件事的始末全部告诉了他，并说道，如果没有恩兄所赠之金，我只有眼睁睁看着人家去死，今天幸蒙神佑，都是仁兄的恩惠呀。王生诧异地说，你老兄才有如此大量，真要如此，我却应该感谢你才对哩，那位相士可真够神的。过了不久，少年果然中了解元，王生也考中了。第二年两人同入了翰林。俗话说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积阴德也是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方法。所谓阴德，就是悄悄地行善积德而不为人所知，这样的善功德是非常大的。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逢凶化吉，平衡很多的灾难，另一方面能增加我们的福分，无论是禄位还是寿命，皆会因为阴德的积累而增加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我们只需要去做积累阴德的善事，无需多问，命运自然就会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